一上来憋着造成昏厥。这边我们看着，你赶紧去睡吧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竟让你为家里的事操心了。好，那我先去睡了。这回心里清楚啦。你这个人啊，耳根子软又不知好歹。我知道你是和草置气，你觉得你是他娘，你说什么他都应该受着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你能给草什么指靠啊？现在是咱们甘家要靠着草儿，你要是有本事能给人看病，能让家里的日子过好，别说家里人要听你的，以后连祠堂都能进呐。本事没有，日子好一点，脾气就上来了，以后怎么守家？男人拼着把东西捞回来，女人就要好好的守着，不要男人拼命的在前面捞，你后边就给漏走了，日子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这一夜，柳氏和杜氏都没睡，说了一夜的话。早起，甘草想去看看他娘怎么样了，被唐早给拦住了。昨天太夫人和老夫人说了一夜的话，刚喝了药睡下。吃过早饭，他爹来看了看，知道他娘还在睡觉，就回去了。那边杜家也是等了一夜，想着甘家要是发现尸体，他们就去坑甘家一笔钱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杜氏醒了。娘，甘草听到动静进来。你不要动，想吃什么给我说。杜氏看着甘草有些愧疚，他都那样对甘草了，甘草还是这么关心他。把我送回泽庄。甘草愣了一下，随即眼底一片平静。他以为都这样了，他娘还是惦记着回杜家，不愿意认清现实。之前是娘不对，娘糊涂，以后不能拖累你们。你是我娘，怎么能说是拖累？不管出什么事，咱们一家人商量着来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杜氏又开始流泪。娘，你别哭啊。娘对不起你们。知道对不起就对了，也算是长了一点记性。看到他奶奶进来，甘草总算是舒了一口气。我去给我娘准备点吃的。甘草说着就出去。甘草正在和唐早一起给他娘准备吃的，他奶奶从厢房出来。草儿不用准备了，我们走了。那也吃点东西。甘草从厨房出来。不吃了。柳氏带着杜氏就走。甘草把他们送到门口，也不知道他们火急火燎的是去做什么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甘草才知道，原来他娘去泽庄李正那里把杜伟一家人告了。之后杜氏被甘家带回了甘家，休书一撕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。我娘那个人爱面子，就算没有彻底想通，在村子这么一折腾，她也没有脸出门了，能消停一段时间。你就没想她会彻底变好？你不知道什么叫彼一时此一时吗？当外界条件变了，就会出现新的幺蛾子。最起码这次好了。那看你这么轻松。其实就像人会生病一样，不能说生了一次病以后就可以不再生病，只是生病了对症下药，治好了就行了。若人都像你这般想，便会少受许多痛苦。反正我觉得人最不应该为常态痛苦，比如生老病死。你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如今又不为生老病死而痛苦，那你说什么会痛苦？痛苦这东西经历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过去了就不觉得是什么事了，一定要去计较，那就是痛苦。楚林寒听得笑了起来。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怎么说呢，没人烦我的时候挺好。你不是说想做一个小富婆？女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有什么冲突？这当然有冲突。他想赚钱，别人也想赚钱，撞到一起不就冲突了？我要出去几天。你要回家？我就是回去，也会带你回去。那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家就好，别的事情我来解决。那你带着老唐，到时候是个帮手。不用，
楚凌寒摇头。我回来了。莫幽兴奋地从外面跑了进来。你这段时间在外面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原本是想回家的，但是收到我大哥的信就回来了。被官府通缉，劫富济贫都不方便。甘草无语。看来这莫幽就算被通缉都不消停。哎，那潘员外你是怎么收拾的？甘草把陶灵儿来了的事说了一遍。那陶家的确有这个能力。莫幽点头。你猜我在外面听到了什么？什么？甘草也八卦起来。那个周秋意要嫁给三皇子了，当侧妃。皇子？皇子怎么了？他还求娶过我呢。你没答应？我怎么可能答应？那些个皇子明争暗斗的，没一天消停。哎，你知道火之草为什么会出现在衢州吗？甘草摇头。因为五皇子到了衢州。怎么又一个五皇子？哎，这个不重要。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周秋意喜欢五皇子。当时衢州的官员为五皇子接风的时候，周秋意还特意去献舞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这都过去了大半年了吧。周秋意爱面子的很，周家还一直护着，怎么会让这样的流言传出？甘草不解。好像是有人找五皇子，然后这件事儿才传出来的。有人找五皇子？甘草怎么觉得这件事越来越离谱？就是五皇子奉旨到衢州玉华堂迎接五皇子，说要把火之草送给五皇子，结果之后五皇子就失踪了，为此衢州不少官员都掉了脑袋。莫幽也是零零碎碎的听的，然后自己编排一些。我觉得那周秋意可能不是喜欢五皇子，而是要和乔春染争五皇子。你这都是哪跟哪儿？甘草觉得莫幽说的越来越离谱。大齐谁不知道大齐双珠一直暗暗较劲儿呢？周秋意的出身没乔春染好，所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比乔春染拔尖儿。那五皇子到底是什么人，能让两大美女争成这样？说起来这五皇子，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回来好好休息一下。甘草听得没头没尾，兴致全无。楚凌寒在屋里听到莫幽给甘草八卦，表情十分凝重。他和甘草说了一声，离开草堂。凌岩到衢州已经1个多月，查了潘傲海在衢州的所有轨迹，还是没有找到主子。谁？凌岩警惕地叫了一声。楚凌寒从影子里走了出来。王爷，属下以为我的确九死一生，刚解毒。都怪属下应该早想到，可是王爷还写了折子回京，属下有人要杀他，已经计划了很多年。幸好王爷还活着，同属下赶紧回京吧。我还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假药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没什么比王爷的安危更重要了。想杀我的人一直在案，如今我也在案，也许可以一搏。有人要杀王爷，不然本王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敢？好了，关于假药一事，我已经有了眉目。你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。那王爷……凌岩听王爷这样说，怎么觉得王爷没有回京的意思？属下出京的时候，乔小姐送属下到城门口。乔小姐听说王爷失踪，每日都去大圣寺求佛，而且说王爷不归，她就不嫁。听到凌岩这样说，楚凌寒的眉头皱得更厉害。所以就算王爷暂时不回去，也给乔小姐报个平安呢。不了。楚凌寒很确定。你先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那王爷如今住在哪儿啊？你不用知道。听说朝廷要打仗，彪国已经占了北境3座城池了。谁带兵出征？梁将军。梁将军年逾60，朝廷真没人了。那些大臣只想着自己的利益。当年元和公主被辱杀，王爷主张出兵，所有人都说挑起战事会危害百姓。如今彪国占北境3城，听说男子进入被屠，女子被折辱之后烹而食之。王爷，
林岩想让王爷尽快回去。梁将军虽然年迈，却老当益壮，军中很有威信，由他带领，应该能收回北境3城。可是，林岩觉得问题不在这里。好了，我来找你，是让你不用大张旗鼓的找我，好好把假药的事情查清楚。梁将军去打仗，少不了用到药草，这个时候不能出意外。王爷说得如此坚决，林岩也只好领命。楚凌寒吩咐完这些，又连夜回秋水寨。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哪个男人得罪你了，让你把天下的男子都一竿子打死？你男人啊，他生病的时候天天在家里伺候他，他病一好，直接跑个没影了。他会回来的。我看你不要那么有信心。那你这是不打算找男人了？不是不打算找了，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配得上我？你让我认为，莫幽点头。我觉得天下的男人都配不上你。甘草笑了起来。甘草看着凌寒做的那些东西，我怎么觉得你打算离开？彪国占了北境3城，城内男子尽数被屠杀，女子羞辱之后，烹而食之。你想去打仗？楚凌寒点头。好。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可是凌寒要去，甘草也不会拦着。准备什么时候走？孩子出生之后。其实你……甘草想说，这个孩子又不是他的，难道是爱屋及乌？不要担心。夫人，袁小姐来了。你若不舒服，我去见她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半夜吵醒你了。这天太热，本就较浅，没事儿。是不是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，让你亲自来？先前让你去京城，你不去。如今你去我那里住一段时间可好？他来偿还了。袁薇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。必有重谢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。现在就走。最好不要让人发现。行。带上凌寒和唐千山一起上路。第二天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到长环。袁薇把他们安排到侧院。我看你怕热，这个院子阴凉，你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多谢。你跟我客气，倒是让我不好意思了。袁薇小声说。院子里都是可以相信的人。还是扯了吧，门口放一个，若是我需要什么，让他去置办就行。那你们早点休息。好，把我们带的驱赶虫蚊的药在这院里撒一下，这院子阴凉，可能会有蛇。休息了2天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太热，不想动。可能是长环热得早，京城这会儿还是燕语莺啼呢。京城，你知道打仗的事吗？朝廷征壮丁都征到这儿来了，谁还不知道？大齐很弱。甘草问道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大齐讲规矩，讲仁义治理性，可是不管是彪国还是荣国，都是茹毛饮血，每次说好了不打了，没过2年又开始打。谁说不打的？怎么说的？这样的事情谁会给女子说？甘草听袁薇这样说，也就不问了。你怎么从不问要给谁看病？不管是谁，都是病人。我是看病，又不是看人。第一次见你，便觉得你比一般人要豁达，没想到这么豁达，怎么做到的？可能学医的人很清楚，心情不好折寿，所以就要让自己的心情好。想要心情好，就不能计较那么多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袁薇竟然真的认真想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江聪匆忙跑进来，俯身在袁薇耳边轻声禀报。甘草看到他们主仆这样，头歪向另外一边，距离他们更远一点。我先去忙，你准备一下看诊。袁薇说着，匆忙地离开。甘草知道他要等的人来了。袁薇前脚刚走，楚凌寒就从房间里出来。我的箱子呢？
你明知袁家的身份，能让云薇这么谨慎的人，定然不是一般人。你还要趟这趟浑水？说是行医治病成了趟浑水，那天下不就没有大夫了？你放心，我只做大夫应该做的事。楚凌寒知道甘草不会改变主意，很快阿彩就来找甘草。甘草跟着阿彩过去。草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病人。隔着纱幔，甘草看到一位女子手臂从纱幔里伸出来。甘草看着那白皙修长的手臂，觉得一定是一位大美人。他坐过去给对方把脉，许久慢慢的皱眉。大夫，有什么话直说就好。之前吃了药感觉好转了，结果最近又开始心慌、关节酸痛、易怒、力不从心的情况。对，大夫真是神医。我这是……你是精气被耗损，导致精液干枯。那可有办法？办法自然有，也不难。只是若是找不到症结，我即便治好你，你还会反复发作。那怎么找到症结？这样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先给病人行针，要裸露背部。甘草说完，转身离开房间。甘草一出门，袁薇立马掀开纱幔。姑姑，这个甘草当真厉害。如今我们已经是谨小慎微，姑姑怎么可能又出事了？宫里那些手段，防不胜防。如今她是宫里年纪最小的妃尉，深得圣宠，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想除掉她？那怎么办？无妨，先让甘神医给我行针吧。我姑姑这情况要多长时间会好？很急，自然是越快好越好。很快的话，你给她准备一次药浴，我连续3天给她行针，之后开个方子养着，就不用我了。行，你血需要什么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姑姑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？可能是吃了什么药，也可能是食物相克。食物相克？袁薇意外。食物相克也是有原因的，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也真会把人吃坏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回头写个忌讳，如果有些菜是按照那样的顺序出现的，就要警惕一下。多谢。甘草没再说什么，袁薇也帮了他很多。回到住的院子，甘草先写了药浴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写菜单。想吃？我怀疑袁薇的姑姑可能是被人在饮食上动了手脚，如果这些食材交替出现，就要警惕了。我看这些都是普通的食材，这才是最为致命的地方，都是普通的东西，却把一个康健的人吃成病人。那一定是个高手。这人不但医术了得，还非常会吃。楚凌寒想，京城有这样的人吗？甘草也不知道这些食材这里有没有，反正都写上就对了。药浴是第2天的，甘草交代了注意什么，对方不想透露身份，他也不想问的具体。我姑姑让我问你，说是身体调理好了，能不能有子嗣？她能生，但是生孩子是2个人的事。袁薇点头。甘草看袁薇那么低落，有心事。其实我有婚约。你这年龄有婚约多正常，但是我不想嫁，我家人也不想嫁。我来偿还替父守孝，就是想拖延时间，避开这婚约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父母都不愿意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嫁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袁薇这意思就是不想说了。甘草想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。突然几道黑影闪现，护在袁飞泡药浴的地方。甘草还没反应过来，林寒和唐千山已经护在他身边了。怎么回事？快走！楚凌寒拉着甘草就走。袁薇，那边已经一群护卫把袁薇护在中间，保护好他。可是院子里已经打成一片，双方都是黑衣人，甘草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辨是不是自己人的。楚凌寒护着甘草，
甘草突然吃痛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。回院子。他把甘草横抱起来。当即唐千山护着他们回到之前住的院子。那些黑衣人的目标不是他们，也没几个人追过来。我去给你请稳婆。这个时候怎么请稳婆？你扶我起来。又来了2个黑衣人，唐千山直接给杀了。甘草想，袁威这是惹了什么人？这是一定要把他们给杀了。不行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如今他这样根本无法离开，唐千山执剑守在外面。你知道吗？人的幼崽其实都是早产儿，所以生下来之后还要再精心的照顾一段时间。甘草试图开玩笑转移疼痛。后悔了帮人看病吗？不后悔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意外。只是有些意外我们能够承担，有些意外我们承担不了。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？也许我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。如果我出了意外，你也不要难过，我本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。你肯定不会出意外。你放心，说不定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尸骨无存，我还会有自己的家人。这段时间不过是黄粱一梦。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你要不是长得好看，估计没有女人喜欢你的。你不会讨女孩子欢心，不风趣幽默，不会甜言蜜语，不会山盟海誓，就会想着怎么把事情安排好，让对方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不好。少年，自古真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楚凌寒不知道甘草为什么突然说这个。不过喜欢你的还是会喜欢你的。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亮了起来。不好了，他们放火烧院子。看火势怎么样，多长时间会烧过来？我们不能在屋里。自己把3个房间的铺盖都铺到那个秋树下，然后用桌椅把甘草给围了起来。甘草看着火光照亮的秋树叶子，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呼吸。突然能理解，女人都说生孩子是在走一道鬼门关，可是还是会生孩子。黑衣人已经撤了，但是火势还在蔓延。我们再不离开，就无法离开了。可是甘草还在生孩子，这个孩子一开始来的就不是时候，如今甘草拼了命都要护住。他觉得自己向来理智，唯独这件事没有理智过。楚凌寒也觉得自己这是在找死，可是他就是陪着甘草，他欠甘草的。唐千山看他们都不回头，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里，也没有离开的意思。突然婴儿的啼哭声响起，随即一声惊雷，不等风起云涌，豆大的雨滴就砸了下来。唐千山抬头，雨滴砸在他脸上还有些温热，但是他知道他们得救了。楚凌寒把孩子抱给甘草，用身体为他们挡着雨。是个男孩。真好，男孩像娘。楚凌寒看红猴一般的孩子，依然觉得像他。很快大火被雨淋灭了，楚凌寒把甘草和孩子抱到屋子里。不知道袁威他们怎么样了？楚凌寒一脸凝重，幸亏袁威聪明，没有叫甘草的名字，不然对甘草来说是大麻烦。奇怪，这么大动静，怎么到现在都不见官府的人呢？那个于大人还是不要指望了。但是楚凌寒不这么想，袁飞生得甚宠，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眼中钉。我们尽快离开这里。3个人趁着夜色直接去甘伟买的院子里。也不知道袁威他们怎么样了。应该没事。一大早袁威就带人来敲门。草没事吧？唐千山不搭理他，让他进来。草儿，你……他看着甘草一边放着一个小孩。昨天晚上生的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袁威更加愧疚。可否回避一下？甘草抱歉地看着楚凌寒。楚凌寒转身离开房间，背对着他们，
没有关门。这次实在对不住，其实我姑姑是皇上的元妃，当年皇上看上我姑姑，我姑姑不得不进宫。如今我姑姑无所出，若是皇上没了，按照大齐宫规，我姑姑要陪葬。昨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他不得不把真相告诉甘草。之前你跟我说美白方子不利子嗣，我们才知道我姑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无所出。原本想着按照你说的慢慢调理好，结果却恶化了。我们也是不得已，寻了借口让我姑姑出宫，偷偷来到长环让你诊治，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。那你姑姑没事吧？甘草没想到袁薇的处境也这么难。我姑姑已经连夜回京了，他们在这边刺杀我姑姑不成，京城那边肯定会出事。你说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也不是绝对不能去。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。还真不能去。林寒能解毒也是阴差阳错多了一份运气。若是他这个时候去一趟京城，林寒还真就没命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我姑姑离开的时候最担心你。袁薇都这样说了，甘草也不能再说什么。你住的地方烧了，那你现在住哪？一大早袁家人就去找我了，想让我去他们那边住，我拒绝了。那你住哪儿？我在长环临时买个院子就好。豪横。甘草瞬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等我买好了院子，你就搬过去住。不了。甘草看了一眼床里面的孩子。行吧。若他想说这个孩子早产，现在立马回去肯定会被人看穿。早产的孩子怎么会长得这么壮实？行，那我先去忙新宅院的事情，回头我让阿彩给你送一些用的东西来。如今林寒的毒已经解了，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完成了，是时候和离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甘草一直没看楚林寒，这让楚林寒觉得肯定有问题。一个下午，他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想不明白甘草是怎么了。林公子，我看林公子在这里踌躇良久，可是有什么事？我看草儿心情不好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听闻女子产子之后都会状态不好，毕竟鬼门关走了一遭。那可有什么办法排解？这个林公子平时是怎么逗草笑的？这把楚林寒问住了，他从未逗过甘草开心。说是林公子不知道，我也爱莫能助。他说完就走。楚林寒站在那里苦恼，逗女孩子开心这种事情，别说他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身为男人要做这样的事。袁薇，你不用为他准备那么多小孩用的东西，老唐已经回家取了。一点小事，带孩子不容易，别的事情就不要操心了。你和你夫君吵架了？袁薇也只想到这个，毕竟他一未成亲，二未生子。没有。那我看他在外面转了半天，刚才还出去了。不让他去买点东西？需要什么跟我说就好，不用亲自去买。他呀，我生孩子他帮不上，忙着愧疚呢，使唤使唤他，让他有存在感。袁薇惊讶，原来夫妻之间还可以这样。长环夜里没有店铺开门，街上也没人，楚林寒只好一个人回去。他蹑手蹑脚地进屋，生怕吵到甘草。你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身上什么味儿？甘草气鼓鼓地看着林寒，这浓烈的胭脂味，莫非是掉到胭脂缸里了？有吗？算了，你身上想有什么味儿就有什么味儿。甘草又转过去不看他，自己这是想什么呢？想管着他吗？他毒解了，就是翅膀硬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飞了。我去花楼了。好不好玩？应该不好玩，不然你不会这么早就回来。甘草嫌弃地看着林寒。怎么，身体一好就想去试试自己行不行？我看你心情不好。
永威说要逗你开心，我不知道怎么逗人开心，便去找女子问问。所以你觉得我和那些女子是一样的，所以开心的原因也是一样的？不是啊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开心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让你开心。我就想让孩子姓林。这个，楚凌寒又为难了。算了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楚凌寒想，他不姓凌，孩子怎么姓凌？只是要给他解释这个比较麻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甘草就想要一答案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尖锐而悠长的声音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楚凌寒说完就走。甘草看着凌寒的背影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要走了。王爷，大量来历不明的刺客到长环了，属下担心王爷的安危。是谁的人在刺杀袁飞？刺杀袁飞？难道不是有人发现了王爷的踪迹？我谢谢你。难道那些到长环的刺客是刺杀袁飞的？查一下这件事。是。假药的事涉及到了三皇子。楚凌寒猜到了，不管是玉华堂还是衢州周家，都和三皇子脱不了干系。查。估计上面不会想让查得彻底。查。是。此番刺客入长环，属下为了确定王爷的安危用了暗号，王爷怕是要和属下一起回去了。楚凌寒没有说话。如今朝中局势紊乱，虽然梁将军出兵，但还是有人主张不战。楚凌寒沉默，他能猜到，朝廷向来如此，张口闭口都是为了天下百姓，谁不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一点利益都不想让？王爷，说是王爷彻底失望了，凌言便不再劝了。你先把这件事情办好，其他的不用关心。楚凌寒说完就走。他回到袁家的时候，甘草已经睡着了。下午唐千山来了，把甘草之前准备的东西带来了。袁维和甘草一起翻着看。这绣工有什么问题？怎么感觉像是天一阁的手法？你看错了吧？不会看错，这是天一阁特有的藏针技法。缝合衣服看不到针脚，而且穿起来舒服。甘草无语了，他大意了。你家有天一阁的人？我家绣娘做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的人。那你带我去见他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屈家之事，也是因为我们袁家。1年前，屈家为袁妃做了一套衣服，要在皇上寿宴穿。结果试的时候发现里面藏了毒针。当时景妃在看袁妃试衣服，扎到的是景妃。景妃说幸好扎到的是她，若是袁妃侍寝的时候扎到皇上可了得。因为这样一句话，屈家就莫名其妙背上了刺杀皇上的罪名。有这个罪名，谁也不敢为屈家求情。屈家不管怎么喊冤都没用。屈宁父亲给处斩，剩下的家眷被流放。之后袁妃疏通关系想照看屈家的时候，屈家所有人已经死在被流放的路上。这件事过去半年，我姑姑才敢再提，顺便想为屈家平反。皇上可能觉得我姑姑说的有道理，最后让大理寺判屈家一个证据不足，可是屈家人已经全死了。甘草这才知道屈宁经历了什么。那诬陷屈家的人就不追究了？谁诬陷屈家？凶进宫里的东西都是层层把关的，而且景妃和我姑姑貌合神离，辈分又高，怎么可能突然去帮我姑姑整理衣服？你是说？甘草明白了。袁威点头。所以就算是皇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会再追究这件事。屈家人的生死都比不上皇室的家和万事兴。如此说来，皇室是不讲理的。你想讲什么理？即便是确定是景妃下的手，
那又如何？屈家满门已经死了，景妃最多也不过是被废，那她也应该被废。这样的话可不敢乱说，小心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甘草看袁薇那惶恐的样子，觉得京城实在太吓人了。回头我能不能去见见那个女子？还是算了，她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过往。任凭是谁经历这样的事情都不好受。我听你这样说，那景妃是借你姑姑之手灭了屈家，那屈家和景妃有仇？有仇倒是算不上，只是屈家因为我姑姑而忠心，不管做什么，自然是紧着我姑姑先做，自然会得罪别人。景妃这是杀人诛心，借我姑姑的手杀我姑姑的人。甘草点头，怪不得他奶奶说袁薇这样的大家闺秀，眼珠子一转就有100个心眼。今天知道屈家还有人活着，我十分开心，他遇到你也是造化。两个人聊屈家聊了许久，看楚凌寒一直在外面晃悠，袁薇就告辞了。你说是有事就直说。我想去打仗。去做什么是你的事情，你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了就好。楚凌寒觉得甘草是真不在意这件事。什么时候走？我给你准备点盘缠。等孩子满月了。甘草是越来越不明白凌寒了，都不想让孩子跟着他姓，却又表现出很在意孩子的样子。甘草产子的消息已经传回甘家，就让甘伟带着甘云到了长环。甘伟见过甘草之后就去找辛百里了，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。是你散播我治理五华镇一带大旱的事情的？具体的都是吕秀才做的。四哥也别多想，吕秀才不是过分的人，他说的事定然是四哥做过的。其实，甘伟犹豫之后叹气。怎么了？如今大齐的形势不容乐观。甘伟觉得不应该和他妹妹说这个。今天他去见辛百里，两个人聊了不少大齐的情况。两个人聊了之后，甘草沉默了。他突然能理解凌寒和他说想去打仗的时候的纠结。四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五华镇一带度过这次干旱。甘伟点头。书中讲大义，学子振臂乎。可是那些当权者曾经也是读书最好的一批人，如今呢？如今他们尸位素餐，就算大齐边关被破，他们还在讲利益。甘伟带着甘云离开。楚凌寒回来，你坐下。楚凌寒坐在一边的古凳上。谢谢你，是你让我避开世俗的流言蜚语，给我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大婚。楚凌寒意外地看着甘草。甘草突然和他说这个，让他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我一直觉得皇宫、打仗、天下兴亡都是距离我很远的事情，可是我竟然经历了一次刺杀，知道我身边的小丫头是因为皇室争斗而家破人亡。原来那些事情随时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人头上。听甘草这样说，楚凌寒心里更没底了。只是落下的时候能不能承受得住？你想去打仗就去吧。楚凌寒不解地看着甘草。之前那样对你，我的确是因为有点生气，但是现在我为你感到骄傲。等我回来。好。1个月很快过去，甘草和孩子的情况都很好，甘草还胖了1圈。这天早上，甘草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，唐千山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小盒子进来。甘草看着唐千山拿的东西，知道凌寒已经走了。他拿过信看了看，原来凌寒也不知道怎么分别，这让甘草笑了一下，给他留了一个盒子，让他3年之后再打开。你今天出月子了，我们到外面走走，中午好好吃一顿。不用了，我这一次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家里人肯定担心坏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那也不着急这1天。
真不用了，我都打扰你这么长时间了。再说我带着孩子不能赶路，路上也要2、3天。行，那我给你准备一些东西，你带着。甘伟在秋闱的时候考中秀才，名声在外。第2年虽然没有金榜题名，却也被举荐做了一个县令，还是长环的县令。唐早嫁给了他二哥，越长越像他爹。这3年，甘草算是彻底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儿子能不像他吗？他还没写信回来。他好歹给你留了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还有盼头。甘草想，他还得谢谢凌寒了。这个时候，门口响起了敲门声。甘大夫，沈铎得意地出现在门口。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我未婚妻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这是你孩子？他爹呢？可能战死沙场了。哪有这样诅咒自己丈夫的？你来这里见你未婚妻，你未婚妻是谁啊？说了你也不认识。我可给不起你彩礼。谁要你那点彩礼啊？哎，你这院子叫草堂？那草堂洛尘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和别人合作开了一个卖成药的铺子。我那药铺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你能不能把貂油卖给我？不能，我没那么多。那你把卖给兵部的直接卖给我，我让你做中间商赚差价。你这话说的，我给你价格更高。我赚的不踏实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不想明白。这3、4年过去了，甘草是一点都没变。行，别到时候吃亏就想起我了。还有别的事没？哎，你这儿子都这么大了，我总得给个见面礼。秋儿，来叫叔叔。叔叔，这小脸长的，叫一声叔叔，给一张。叔叔。秋儿叫的口水都往外冒。好了，和你娘一样会坑人。娘亲从来不坑人。谁说的？她曾经。行了，见面礼也给了。哎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就不留我吃个饭啊？行。快做好午饭的时候，袁薇来了。他一进院子就愣住了。沈公子为何会在这里？我还没问袁小姐怎么来这里。袁薇，甘草从厨房出来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是来和你辞行的。你们认识？沈铎看着甘草和袁薇。你们认识？她就是我未婚妻。甘草无语。大气这么小的吗？你们未婚夫妻俩都没有地方去吗？甘草拉着袁薇进屋。那你这是要回去嫁给他了？这亲事一拖3年多，本想沈铎是个纨绔，这段时间他耐不住寂寞娶了别人，我们也好趁机退了亲事。谁曾想他亲自来迎。这么说来，他也是喜欢你的。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，沈家不择手段的要和我们家联姻，也是为了利益。我觉得沈铎人虽然看着纨绔，却也不坏。你不明白，这不是人坏不坏的问题。你也千万不要和他走得太近。3年前轰动大齐假药一事，便有沈家的手笔。什么？甘草意外地看着袁薇。京城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你这个局外人是不可能懂的。那你就这样认命了？不然怎么办？这亲事是景妃提的，皇上点头的。我们袁家难道还能忤逆皇上的意思？若你病危呢？你想的简单了，就算我成了尸骨，也要抬进沈家。你家就不想想办法？能想的都想了。我如今也成了老姑娘，还能怎么办？甘草想到自己当初的无奈，没想到大户人家也会有这么多无奈。没事儿，
你不用担心这件事儿，我就是来跟你告个别，却让你为我担心了。你和沈铎是怎么认识的？甘草就把他和沈铎认识的过程说了一下。我还不知道他竟然是你未婚夫，身份这么高。你说他3年前来过长环？来收黑眉井蝮蛇的。他那么高调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偷偷来长环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到吃饭的时候，袁维和甘草才从房间里出来。看不出来啊，沈大公子的身份竟然这么不一般。就是一个小官，给朝廷跑跑腿。给朝廷跑腿都能跑出个媳妇儿来，改天我也去给朝廷跑腿，看能不能跑出个夫君。我也是啊。沈铎也不想娶袁薇。行了，吃饭。沈铎想，这事怎么就成了他的错了。下午沈铎离开，袁薇也跟着离开了。回家，甘草就给辛百里写信，问辛百里最近怎么样。结果信还没发出去，就有一只鸽子飞了过来。是辛百里写来的，说草堂洛尘的药出事了。老唐，唐千山立马进来，骑马追上沈铎，让沈铎立马回来。沈铎本就没走多远，听说甘草找他，他立马就折了回来。你今天一定要买草堂洛尘的貂油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有人打上那貂油的主意了？打那貂油主意的人多了，要不是朝廷在和彪国打仗，军中又指定要草堂洛尘的貂油，早就有人动手了。包括你们沈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沈铎觉得甘草在怀疑他。和我合作的人都被官府抓了，说草堂洛尘的药出问题了。什么？你不要急，我们要先弄清楚是什么问题。甘草自然明白要先弄清楚是什么问题。你为什么愿意用兵部的高价来买貂油？因为兵部的账是可以做的，而且一旦控制了貂油，那么也可以打开其他采买。你们要发国难财？不是我，是他们。我是从来不做这些事的。谁不知道沈家二公子只会吃喝玩乐？那你怎么突然说这件事？我是知道貂油是你的，顺便和你说一下。就你这么一个地方，护不住我。他说的没错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确定一下辛老板是怎么回事，回头再想办法。但是沈公子不能出面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想让草堂洛尘打上我们沈家的记号，我肯定出面。一旦沈铎出面了，那就说明草堂洛尘属于沈家。行，先确定一下是怎么回事。那我带几只鸽子走，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给你写信。好。两个人再次离开的时候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甘草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长时间。夫人，屈宁谨慎地叫了一声。晚饭好了。好了。屈宁点头。吃过晚饭，甘草看着林寒给他留的和离书。再有1个月，就到了和离书上写的时间，他和林寒就没关系了。隔了1天，甘草就收到了袁薇的信。信上不是说辛百里的消息，而是他姑姑有身孕了，希望甘草可以和他一起进京，保证他们袁家一定竭尽全力帮他。屈宁，夫人，你们收拾一下，咱们去京城。啊？屈宁意外。你放心，你们屈家虽然没有平反，却也是证据不足无罪。不过，我会为你讨一个公道的。夫人，这3年，你没有跟我说过你的身份，我就没说这件事。好。他激动地去找唐千山和姬无谢。第2天，甘草把唐早找来，家里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唐早。夫人真决定去京城？要不出事了，我得亲自去解决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家里这些事情你都能处理，就全部交给你。到了衢州，甘草意外地瞪大了眼睛。
商旅往来如织，路两边店铺林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草堂书色的胭脂，要不是我有关系，都进不来货。草堂洛尘的大力丸呢，能治百病的大力丸。甘草无语了，没想到他的草堂已经这么有名气了。袁威也听到了，之前听店里的管事说有人冒充草堂书色，我也没有注意，没想到已经这么严重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不见了！若是被人盯着，我会发现。秋儿刚到衢州都一脸好奇，估计是人多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车，自己挤不见了。甘草掏出一个哨子吹了起来，这是他叫秋儿的方式，只要秋儿听到哨子声就会来找他。可是等了一会儿，秋儿没出现。你不要着急，我去知府那里一趟，让知府把城门给关了，确定秋儿还在城里。好，我们赶紧分开找。姬婉，你这样跟着我有用吗？灵异不胜其烦，以你的美貌和聪慧，对我这样死缠烂打，岂不是失了身份？我觉得这不是死缠烂打，而是坚持不懈。我说过，我已经有了家室了。那我就让他去见阎王，让你丧偶。你们家和阎王做生意的呀？差不多。我还有儿子呢。你有儿子的确有些麻烦，有本事带来让我看看，我便不纠缠你。林毅想说这女人真够狠。爹爹！林毅一愣，低头看到身边出现的小屁孩，这一看直接愣住了，怎么会这么像他？爹爹！秋儿又叫了一声。姬婉听到稚嫩的叫声，想着林毅还真能找个人来糊弄他，不过也直接愣住。跑哪儿去了？娘亲在外面呢。走，我们去找你娘亲。站住！他是你儿子，他叫什么？婶婶，我叫秋儿。婶婶叫什么？姬婉听到秋儿这称呼，瞬间不淡定了。我娘说生气会变老。姬婉，我儿子说的对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见到你的女人。我爹爹，他好凶，我好怕。你，姬婉觉得这小屁孩有点过分了。听到没有？别吓到孩子了。林毅抱着秋儿就走。姬婉生气地跟了过去。林毅刚抱着秋儿出酒楼，唐千山一剑刺了过来。林毅侧身护着秋儿，双指把唐千山的剑弹开。敢动我的男人！姬婉挥袖。林毅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爹爹，他是唐叔叔。唐千山听愣了。爹爹。他这才注意到面前的人还真和林寒有点像。你叫他什么？爹爹呀！你看他是不是和我很像？我的毒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解的。说，他是不是这个男人的儿子？唐千山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这个时候，甘草带着屈宁跑了过来。秋儿，你怎么能乱跑呢？我找到爹爹了。爹爹？甘草看向林毅，竟然真的和他儿子有点像。林毅也意外地看着甘草。娘子，你竟然偷偷地把孩子给生下来的？老娘是光明正大生下来的。你真是他的女人？我不认识他。我知道娘子生我的气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们母子的。打住！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，别拿我当挡箭牌，我跟你不认识。我的孩子有爹，不是你。姬婉有些得意地看着林毅。那你介意给你儿子换个爹吗？你肯定是有什么大病。林毅，你宁愿喜欢一个有儿子的女人，都不喜欢我。我们走。爹爹再见。
林毅看着秋儿，想怎么会有这么像他的人？哎！他叫着跟了过去。姬婉一甩袖子，7枚细如牛毛的毒针飞了过去。林毅转身拿着扇子挡了6枚，还有1枚刺在甘草的肩膀上。甘草慢慢的转身，拔了肩膀上的毒针。拔了又如何？上面有毒，你命不久矣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解药。我过分很正常。你没事吧？唐千山紧张地看着甘草。你的女人？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按住她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不会这样为了这个女人和我为敌？姬婉看林毅看他的眼神。林毅，你这样这么做？姬婉，这是你做的事。甘草捻着那1枚银针走向姬婉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把你的东西还给你。甘草说着，抬起姬婉的手腕，把那1枚毒针慢慢地刺入姬婉的手腕，一直到没入肌肤。甘草一按姬婉的穴位，那毒针就彻底消失。这才是这种毒针的正确用法吧？没有伤口，进入人体之后，就算不中毒而死，毒针也会流入心脏，损伤人的心脏而死。你不能杀他。我没杀他，他自己晦气。说来不怎么公平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若是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可以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事情不要和我有关。娘亲疼不疼？快疼死了！秋儿呼呼就不疼了。那你还乱跑吗？保证不再乱跑。这个时候，袁薇他们也过来了。秋儿找到了。袁小姨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乱跑了。那我赶紧让人去找沈公子，城门不用封了。你不知道你娘多担心你。直接去客栈。一个头戴斗笠、一脸阴沉的女子看了看两边的人，然后走向甘草他们那一边。你中毒了，怎么还能这么淡定？无妨，那里有个青色的鼓包，你给我划开就行。划吧，那里有毒，我不疼。按照甘草的指示，用脱脂棉清理了伤口，又用了止血解毒的药粉，然后包扎了一下。你是怎么被人下毒的？秋儿，你臭小子，见人就叫爹爹，正好遇到一对男女冤家，那男的要拿我当挡箭牌，就被针对了。那女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你给伤了。这时候，屈宁带着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子进来。夫人，他找夫人。来找我，最起码对我的人客气一点吧。绝无恶意。叶蓉很平静地说。那找我做什么？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救我一命，我帮你杀2个人。我救你一命？甘草打量了一下叶蓉。你怎么知道我能救你？刚才你和你的人中毒了，都没有反应，你肯定能解毒。刚才你就在一边？是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出现在那里？我跟着那个女人很久了，她是个用毒高手，也是一个解毒高手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本跟着她，结果发现我比她厉害，所以来找我。不单单是。叶蓉没有否认。我不需要你杀人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为我效命3年，3年之后你就可以离开。好。叶蓉一口答应。你过来。甘草拉过他的手，给他把脉。甘草给叶蓉把脉，表情越来越凝重，狐疑地看着叶蓉。怎么，你解不了？你好像中过很多毒，却也不能说是中毒，而是一些激发身体潜能的药，只有一种是真正的毒，而且你长期吃解药。你能解吗？能，就是需要的时间有点长。多长时间？3个月左右吧。叶蓉舒了一口气，他还以为要3、5年。那3年之期可以从解毒之后算。我不至于占你那点便宜。你叫什么？叶蓉，戎马的戎。女子用这个字比较少。甘草看向屈宁。
你带他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曲宁点头，带着叶蓉就退下。你不问他的来历就留下他，你觉得我有什么好图谋的？那你也要留意，对人有图谋就会献殷勤，不会像叶蓉这样上来就做交易。你若是再动他，你知道后果的。你不会真喜欢他？怎么不会？他有孩子。你不觉得他的孩子很像我吗？说不定真是我留下的风流债呢。只是他不记得我了。好啊，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让他喜欢你。不许你对他下手。我就跟着看看你笑话。下午就带着秋儿去逛街。秋儿昨天惹了麻烦，今天乖乖的，一直坐在田大力的肩膀上。爹爹！秋儿突然指着林毅叫了起来。甘草无语，难道这孩子一直想有个爹，只是以前太懂事没说过？林毅看到秋儿，立马走了过来。秋儿伸手要林毅抱，林毅要伸手，结果被甘草拿着糖人放在他手上，黏糊糊的，让林毅没法抱秋儿。孩子小就算了，你一个大人怎么能乱让儿子呢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诱拐儿童。是他。林毅手上黏糊糊的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了他是小孩，怎么你还想让一个小孩负责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昨天的确是我不对，我是特意来道歉的。空口白牙道歉有什么诚意？那我以身相许。你这个是不要脸。甘草嫌弃地看着林毅，袁薇在一边笑。你还笑？甘草看向袁薇，我觉得这位公子也没有恶意。再说，袁薇也觉得秋儿和这个男人长得太像了。甘草男人总是戴着围帽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这就是秋儿的父亲。再说，你和他一起逛街。甘草转身看着秋儿，你再叫一声试试。我们走。我看他真没恶意。你是不是看他长得好看？你是觉得沈铎没他长得好看吧？甘草看着袁薇，玩笑。袁薇不说这件事了。一行人一直逛到天黑，楚林寒日夜兼程回到京城，第一件事直接去了刑部，把辛百里提了出来。辛百里一直到韩王府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楚林寒刚脱了铠甲，宫里就来人请楚林寒进宫。儿臣叩见皇上。你凯旋不回京城，竟然径直去衢州，你让朕颜面何存呐？江山无虞。楚林寒平静地说：你为大齐守住边疆是应该的。那该儿臣做的，儿臣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就是我想做的。你想做什么？和乔家小姐退婚。绝无可能。她等了你3年，你就这样对她？3年前我就和她说清楚了。除非你交出兵权。绝无可能。你要造反不成？皇上盯着楚林寒。不是，就是我那丫头和人打架的时候，我总要有人帮她打架。为了一个女人？皇上难以置信。皇上就当是为了大齐，毕竟没了她，儿臣已经死了。儿臣死了，如今大齐疆土还剩下多少就不好说了。你以为大齐离开你不行吗？可是当年是我出征的。皇上无言以对。当年的确只有五皇子一人愿意出征。皇上，儿臣一直对皇位都没有兴趣，对皇室的颜面也没兴趣。楚林寒行礼离开。站住！皇上呵斥。楚林寒脚步都没顿一下，径直离开御书房。皇上一脸颓败，却无可奈何。果真是那个女人的儿子，和他一样张狂。五皇子回来了。莫夜航进院子就开心地说：
五皇子是谁？秋儿睡觉，娘亲要和你莫叔叔商量正事儿。为什么五皇子是正事？你去睡觉，我给你找个爹爹。好。秋儿拉着屈宁的手就去睡觉。五皇子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下午回来之后，直接去刑部大牢把辛先生提了出来。如今辛先生在韩王府，他不会也想要雕油方子吧？好歹辛先生如今不在大牢，而且办草堂洛尘这个案子的官员被丢入大牢了。他这什么意思？也许五皇子觉得京城这些人针对草堂洛尘是向他示威，五皇子这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不管怎么说，神回来了就好，尽快安排见到五皇子。好。莫夜航点头。我这里有一颗夜明珠，不行，拿去给五皇子送礼。这个不用师傅担心。好。但是这个时候想见五皇子谈何容易？京城那些权贵估计排着队要见五皇子，结果天还不亮，一队人马就破门而入。你是师爹？草儿在哪儿？在那边的院子里。带路。莫夜航小跑着前面带路。到了门口，楚林寒却犹豫起来。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起床，你们回去。王爷。凌言犹豫。回去。王爷，要不我们先进去？让他好好睡觉。他这3年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草堂洛尘突然出事，师傅才来的京城。多谢。莫夜航意外地看了一眼韩王。你就给我说说我离开之后的事。天光变亮，田大力开了门，站在那里愣住了。老爷，夫人可醒了？醒了，醒了。田大力激动，转身往里面跑。夫人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楚林寒径直走向甘草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这个拥抱他期待了3年。你，甘草想和林寒理论一下，结果感觉肩膀一沉，林寒竟然昏死过去。快把他扶起来。田大力和莫夜航慌忙过来，把楚林寒给扶了起来，放在床上。师傅，师爹他就是五皇子。甘草猛地看向莫夜航。娘亲，他是爹爹吗？不是。师傅，有什么话等师爹醒了好好说。师爹已经找到这里，师傅的身份肯定藏不住了。我为什么？甘草想自己为什么要藏，可是看到秋儿那天真的表情，瞬间知道为什么了。他和林寒遇到，一切便不可能和他无关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的宅院围起来了。我出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。莫夜航说完离开。外面来的是金鸡营的人。大人，王爷就在里面，不过大人可敢进去？莫夜航看着梁硕。你们吓唬谁呢？梁硕说着就要进，凌毅一脚把梁硕踢了出去。想要自己的小命就赶紧滚。你是谁？这么说吧，楚凌寒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的。凌毅嗤笑，他是怎么都没想到甘草竟然是他表弟的娘子。少在这里糊弄人！我……梁硕说着听到铁蹄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凌言带人过来。公子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梁父指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官听说王爷被人骗至陋巷，担心王爷有危险。这破借口谁给你编的？你找谁去？闻，公子，我家王爷睡着了。林毅转身就走，凌言也不敢多问，命人守在外面。莫夜航突然就知道林毅是谁了。
凌家，那是朝廷都忌惮的存在。等他到院子里，所有人都等在那里。你们这儿干嘛？他真是五皇子啊？我也刚知道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甘草还没想好，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。算了，你们该干嘛去干嘛，别都围在这里。如今整个京城的人都盯着这里。吕光之提醒。盯着你们就不吃不喝了，别在这里杵着。一个小工人小跑着从外面进来，把折子交到许公公手里。许公公看了一下，转身。皇上，说，韩王殿下班师之日就独自带人去了衢州，昨天回来到刑部大牢提了一个叫辛百里的犯人，之后找到了墨家兄妹，现在在墨家兄妹前几天安置的一个人那里。女人？是衢州长环的一个女大夫，前几天和沈家公子、袁家小姐一起进京的。难道说老五退婚不按时回京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？如今外面有韩家军守着，没有人能靠近那里。去查。许公公行礼下去吩咐。甘草用了1天时间才消化完这些，感觉京城套路深，他还是回秋水寨的好。娘子，屈宁，把药拿来。屈宁慌忙端了药进来。你喂。屈宁不敢，放下药就跑。醒了就自己喝。楚林寒努力地支撑着身体坐起来。你看了我留给你的盒子里的东西？3年前就看了。你听我解释。先把药喝了。甘草看他打算怎么解释，楚林寒全身都疼的，还是努力伸手端碗要喝药。别给弄洒了。我可以的。别浪费了。这药苦的楚林寒感觉胃都是苦的，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。苦了你就说。不苦。没事的，苦很正常，证明你的味觉没有问题。真的不苦，不信你尝尝。楚林寒拉过甘草，直接附上他的唇。师傅。莫夜航听到动静慌忙进来，然后尴尬地转身离开。丫头，我想你。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？你解释啊。那就从我去衢州查假药一事开始说。4年前的春天，南云省一处发生了疫情，十分严重，感染了2座城池。朝廷只好把那2座城市封锁，派医官过去为百姓诊治，结果疫病并没有得到控制。后来2座城池先后发生了火灾，2座城池的百姓几乎都死在那里，疫病随着他们的死亡也结束了。但是有人密报，当时疫病之所以没有被控制，是因为运往2座城池的药里有假药，2座城池的百姓几乎都死在那里，疫病随着他们的死亡也结束了。但是有人密报，当时疫病之所以没有被控制，是因为运往2座城池的药里有假药。此事关系重大，需要一个背景强大却单一的人去查。皇上就派我去查。我本来是秘密到衢州的，可是到了衢州那里，官员和士绅还是接待了我，并献上了珍稀的火云芝。那天是在一只画舫上，周秋义献舞，我察觉到酒水有问题就要离开，结果遇到了杀手，被一路追杀到了秋水寨。那个时候我中了鸳鸯笑，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毒性，所以就伤害了你。你说我身中冰兰蝉毒和火纹蛇毒，我不知道谁给我下的毒，但是他若知道你的存在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跟你说过，只要你问，我就会回答。甘草想了想，的确有这么回事。潘傲海出现，周秋义出现，都在提醒我，若是他们知道你的存在，你会很危险。结果就在我的毒解了的时候，朝廷终于知道我失踪了，林岩去衢州找我，同时京城的战事也爆发了。我想带你回京城，要是我不在京城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你不熟悉京城，而京城那些人会对你虎视眈眈。
所以我给自己定了3年之期。3年我肯定要有能力保护你。像是如果能够做到，我就回去毁了那盒子。你看不到和离书，如果做不到，你也会自由。那你没想到我3年前就看了吧？我写的是3年后的日期。那日期也到了。可是我不是凌寒，我是全名的楚凌寒。甘草想，楚凌寒还和他玩文字游戏。哼，你骗我还有理了。行，和离书写的是凌寒，那娶我的也是凌寒，咱们俩一开始就没有关系。楚凌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笑了起来。你还笑？那就从现在开始有关系。和你有关系的人多了，你还有未婚妻呢，人家可是等了你3年。你这是吃醋，生气？不。甘草磨牙。好了，不要生气。我的解释完了，你可满意？不满意。那怎么才能让你满意？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适应。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商量，也只能和我商量。我没事儿。你放心，如今有我在，没人敢把你怎么样。没你在，也没人敢把我怎么样。王爷，乔小姐来看你了。不见。就说本王和娘子重逢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。谁是你娘子？你呀。我还没吃晚饭。那一会儿我们一起吃。乔小姐，我家王爷现在不方便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无妨，听闻王爷一路劳顿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我会传达的。林岩点头。秋儿很认真地看着楚凌寒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爹。秋儿看向他娘亲，认爹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确定？甘草看着他们2个，还真认识。我表哥。娘亲，他真的是爹爹。甘草很纠结。骗小孩是不对的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若是认了，他可是你们楚家孙子辈长子呀。单单这个身份，就可能让秋儿陷入巨大的漩涡之中。甘草也听懂了林毅的意思，不管楚凌寒说的再好听，就看他敢不敢承担。秋儿，我是你父亲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子。秋儿还是看着他娘。他是你爹爹。爹爹，秋儿好想你。既然他们一家子都决定了，林毅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甘草看着秋儿，他想有个爹又不是什么过分的事。秋儿不哭，爹爹以后不离开你。真没想到，他的夫君竟然是你。林毅那叫一个惋惜。怎么，羡慕了？还不至于。林毅酸酸地说。你确定你能护着他们母子？昨天皇上问我要兵权了。你怎么说？不给。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他向来擅长这样干。你不给，他肯定会一直要。那我就一直不给。到时候他断了军中的粮草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表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去睡觉。行，不打扰你们春宵一刻值千金了。对了，姬家盯上了草堂洛尘的药方了。听林毅这样说，楚凌寒微微蹙眉。今天秋儿太兴奋。娘亲，我有爹爹了。好，秋儿乖乖睡觉。那明天爹爹能带我买风车吗？买那个小木人，还有那个琉璃炮。能。楚凌寒从外面进来。秋儿想要什么，爹爹都给你买。真的吗？那爹爹能陪秋儿睡吗？爹爹要陪娘睡觉。那爹爹和娘亲一起陪秋儿睡觉。行。不行。甘草直接拒绝。秋儿，你是男子汉，男子汉要自己睡觉。可是娘亲说秋儿还小，可以找娘亲帮忙。爹爹和娘亲都没一起陪秋儿睡过。好，
今天就一起陪秋儿睡。甘草看秋儿那一脸希冀的样子，就一晚。好！秋儿兴奋地跳了起来。爹爹和娘亲快去洗漱，我们睡觉了。吃过午饭，甘草带着秋儿玩了一会儿，就给哄睡了。秋儿睡了，咱们商量一下这件事。商量就商量，你搞得像密谋一样。那我们密谋一下这件事，正经的。如今皇上逼我娶乔春然，目的是逼我交出兵权。不能交。我和娘子想的一样。你不叫他同意？他当然不同意，这不是逼我结婚吗？所以说，你不交兵权就要娶乔春然，娶了乔春然还可以不交兵权？差不多是这样。你这话让人听着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。明明可以美人江山同时有，你却不愿意。你当初怎么说的？我当初说什么了？你当初说，心若自由，秋水寨就是天地；心若不自由，天地也是牢笼。我有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？要不要我帮你想想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去一趟乔家，说明我的态度。如果皇上和乔家都想丢脸，我也无所谓。那乔小姐要是再跳一次湖呢？威胁这种行为，只能用在在意自己的人身上。可惜，乔春染跳湖对我来说没什么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描淡写一个人的性命？举个例子，两军对垒，敌方将军以死逼我退军，我怎么办？你这例子不恰当啊，人家算。对我来说就是这样。要不我们迂回一下？怎么迂回？你刚回京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宴请京城权贵，我就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，这样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有娘子了。若是那乔小姐还往上贴，那就是她的事儿了。娘子这是要为我证明？想得美，收的礼物全归我。下午就有不少人来拜见五皇子，乔太傅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回来直接来后院找他孙女。春然，你放心，不管那个女人是什么来路，你一定是韩王妃。因为孙女的事，让爷爷受累了。你到底喜欢五皇子什么？女子无垢，孙女早就被指给了五皇子，便认定了五皇子。你放心，五皇子如今行事乖张，已经犯了众怒，皇上也一定会让他低这个头。乔太傅笃定，莫要伤了韩王。也就你善良，这个时候还担心他。甘草把吕光之找来商议办宴席的事。东家，这样做会不会太高调了？的确高调。而且现在东家没入皇室御蝶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反倒会触怒了皇上，到时候就更难办了。听你这意思，我还必须让皇室认可我。的确是这样。既然东家是想用这办法让乔小姐知难而退，但是仔细的理论起来，东家也站不住，落了下乘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在别人看来，东家就是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别人会更看不起。不，甘草生气。我知道东家没那想法，可是东家想借助众人让乔小姐知难而退，那自己得先站住，不然啊，就是弄巧成拙。甘草听了也有道理。你继续说。我觉得现在就先这么着，毕竟东家刚到京城，咱们先稳住，慢慢来。多谢吕先生，是我思虑不周。东家说什么话？我就是为东家分忧的，想东家没在意的事。那先生是打算住在王府，还是住在外面？我还住外面吧，既然东家的身份已经被人知道了，原来的宅院我也不能住了，我想置办个宅院。应该的，一会儿我给你拿2万两。用不了那么多。那先生就放着慢慢还。和吕光之谈过，甘草去找楚凌寒。你和吕先生这么快就商量完了？你老实说，我以女主人的姿态主持宴席，你是不是挺为难的？不为难，一点都不为难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
我想让乔春染知难而退，却忽略了自己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谁敢说你名不正言不顺？来王府的那些人，他们就算怕你，心里还是会那样想。若是……楚林寒是真不在意这个。好了，我在外面就是想等你忙完了，咱们再说这件事。你先忙，我自己再想想。我很快就忙完了，等我。甘草坐在一边看大齐的地图，楚林寒忙完，看甘草在认真的看地图。这是大齐最完整的一张舆图，比皇宫那张都完整。北境怎么样？北境苦寒，地广人稀，倒是一马平川，开阔得很。春秋时节景色也很漂亮。我去北境的时候，标国已经到普罗城，占了普罗城，整个北境都要沦陷。当时我到的时候，普罗城的将士几乎全部战死，百姓也上了城墙，不乏有妇孺。那个时候我很深刻理解你说的，天下是百姓的。后来呢？普罗城保住了？当时情况危急，我带了5000人去，保住了普罗城。我记得冬天军营里缺粮食，北境的百姓凿冰捕鱼，他们能把鱼腌的刺都是软的，就是为了将士能好好的吃一口东西。甘草不知道楚林寒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，可能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现在好了，北境的百姓也安稳了，所以我不可能把北境百姓还有无数将士用血肉铸成的兵权交出去，交到那曾经试图把北境划给标国的人手里。甘草点头，我们一起守护。楚林寒抱着甘草，果真有甘草在身边，心里就是安稳。丫头，想做什么就做，不要在意什么名正言顺。那你给我说，如果真的和皇上闹翻了，和朝臣闹翻了，你真能护住所有人的周全？北境的，我的。楚林寒顿了一下，你在赌？甘草知道了，赌现在的朝廷不敢把事情做到那一步。也不是完全护不住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大不了我们去北境。我不想有任何无谓的牺牲，我要用他们的方式战胜他们。他们的方式？楚林寒有些不解。纵横6合，攻心为上，给北境和你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，成长到他们不可匹敌的高度。好，那你早点睡，我先回去了。秋儿要爹爹和娘亲一起陪着睡。你别得罪静池。甘草看着楚林寒，你给秋儿起名字了没？反正秋儿不跟着你姓。你再说一遍。想好了，叫怀琛。姓什么？那要看你了。我并不在意我的孩子被不被别人认可，他有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他想要姓楚，要看你。那就姓楚。好。我能去睡觉吗？能。楚林寒和甘草一边一个把秋儿哄睡着。你和你爹真没可能和好。最无情的是帝王家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包括你，神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。甘草自然知道是这样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，你知道林家吗？不知道。林家掌管凌云榜，传言可以窥破天机，画龙点魁，加上是隐世大宗，朝廷和江湖都很忌惮。我娘是林家那一代的嫡系独女。那岂不是很厉害？在外人眼里她的确很厉害，当年把皇上都绑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有了我。你娘把你爹给……甘草觉得这女人也太威武了。这个事怎么说呢？当年我爹虽然是太子，但是声望并不高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林家的消息，于是用激将法让我娘出来见他。我娘一见到他，便有了林家说太子是真龙的传说。我娘生气去找他，外面的传言就更多，还有模有样的。这是皇上故意的。那个时候他们也还年轻，都有自己的心气儿。所以你娘就把皇上抓走了？这是后来的事了。后来皇上登基，把这件事给忘了，我娘就把他给抓走了。
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皇上，林家也不会纵容我娘那样做。甘草想想也是，你说你娘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楚凌寒也不知道。我4岁多被我娘送到皇宫，皇上不喜欢我，但是也不敢怠慢我。那个时候我还试图讨好他，毕竟好不容易有了个爹。他说着看向秋儿，虽然甘草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但是有些东西是替代不了的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东西，用来装点太平。那你也是最贵的东西，睡觉吧。楚凌寒看着甘草和秋儿，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上午楚凌寒有事出门，甘草在院子里带秋儿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要当王妃了。羡慕不？你不觉得无聊吗？趁着能无聊的时候抓紧时间无聊，不然回头忙起来你都没时间无聊了。请让我现在就忙。这个时候辛百里从外面进来。刑部的人让我去结案。这事不是已经处理完了？但是还有流程要走，毕竟进过刑部大牢。甘草点头看向姬无羡。你不是无聊吗？陪辛大哥去。我一个人就可以。别见外嘛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甘草和楚凌寒说的振振有词，纵横攻心。现在他连一个切入点都没有，只能等着。正这样想着，门房来禀报说乔小姐来了。给她说王爷不在。乔小姐说她是来找王妃的。什么？她是来找王妃的。你称呼我王妃？是，王爷吩咐的。甘草心想，楚凌寒有了姓，尾巴就翘起来了。那王妃……门房犹豫。让她进来。门房去带人。甘草让曲宁把秋儿带走。王妃，乔小姐带来了。你先去忙吧。乔春染一个人来的，看到甘草愣了一下。那日街上不知道是你，实在抱歉。不过是一场意外，很正常，只是怎么处理意外就是问题了。你说的是？来找我什么事？听闻你为韩王殿下生了个孩子。那是我的孩子，不是为谁生的。我不是那种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的人。乔春染听到甘草这样说，脸色微变。从一而终在你嘴里，怎么就成了要死要活？怎么说呢？从一而终是你的事，而不是别人的事。说自己的事一定要别人才能实现，说的再好听都是强人所难。还有别的事？想必你听说我与韩王殿下有婚约，是皇上赐的。所以呢？甘草看着乔春染。人贵自知。乔春染看着甘草。你可以把这句话送给楚凌寒。你怎可直呼王爷名讳？直呼他名讳怎么了？他为我洗手做羹汤为吃的。乔春染目瞪口呆，想韩王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会下厨？不可能。天冷了他给我暖被窝，出行了他为我驾车，这有什么不可能？其实吧，我和楚凌寒之间的事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你和韩王的事是你和韩王的事，你应该去找韩王，而不是来找我。以你的出身，你只会让别人嘲笑王爷。一个男人说是因为一个女人就被嘲笑了，那也不怎么样。好了，你找我若是因为韩王，那你直接去找他，我这里只有楚凌寒。我想王爷肯定会像3年前那样想清楚的。祝你成功。乔春染无言以对，有些狼狈地离开。薛宁看乔春染离开，才悄悄地跑过来。夫人怎么把他赶走的？他自己离开的，我为什么要赶他走？夫人想的简单，回头别人肯定会说他是被夫人赶走的。甘草并不介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辛百里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。甘大夫，甘大夫，怎么了？姬公子殴打朝廷命官，被抓起来了。你们2个就去结案，他怎么就殴打朝廷命官了？
我们2个去结案，负责卷宗的主事各种打听甘大夫的事，还出言侮辱。姬公子一个没忍住，就把人给打了。你先不要急，慢慢说。那是刑部大牢，姬公子在那里打的人还拒捕，不能不结啊。灵异，甘草叫着就去找灵异。灵异这2天状态也不好，毕竟刚有一个心仪的女子，结果成自己表弟媳了。灵异，你都是有妇之夫了，还来找灵异做什么？我有急事。有急事找你男人去。什么事？姬无谢被抓了，你和我去刑部，把姬无谢救出来。走。你敢和他去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甘草和灵异到刑部的时候，刑部的人不放他们进去。让开！大人不好了！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有人闯刑部，已经快到刑部大牢了。来的人里可有女子？有。好啊！要使人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一个乡野女子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以为自己有多厉害。西东松听得迷糊。这样，你去多找一些人阻拦，让他打，使劲儿打，打得越多越好，切不可把他给伤了。西东松想，自家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若是被人知道自家衙门被砸了，多丢人。那边林毅手持令牌已经到大牢。你总算是来了。谁干的？冷静，不走。姬无谢看着甘草。怎么走？甘草看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牢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出不去了？我可以带你们出去。林毅很确定。你那令牌是什么东西？逍遥令，除了皇宫，别的地方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天下只有2块。另一块在哪？姬婉身上。什么破令牌，都不能进皇宫？是不可以随意进皇宫，只要通报一声就可以进了。那是进去之前通报，还是进去之后通报？那你出去不出去？不出去。甘草直接说。林毅听甘草这样说，知道他什么打算了。真这样等着？不然呢？甘草想，楚林寒要是不来，就等着。楚林寒在兵部。王爷，您和我说没用，这是皇上决定的，国库也吃紧呐。这3年打仗，国库都空了。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若是北京的粮饷真减半，后果自负。这是皇上的意思，不然王爷找皇上商量商量。那要你这个兵部尚书何用？楚林寒问道。王爷班师不回京，如今又因为一个女人。楚林寒盯着姜文宰，吓得他不敢说话。这个时候林岩跑了进来，贴在王爷耳边小声说了2句。楚林寒立马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王爷，楚林寒策马到了刑部，看到刑部的人都在牢房那里围着。楚林寒走到最里面，看到甘草坐在地上，袖子上有血迹。谁干的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们把姬无谢打成这样了。甘草指着那2个酷吏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小的也是奉命行事啊！楚林寒示意了一下，丁岩一见一个，直接杀了那2个酷吏。后面的人彻底吓傻了。韩王是谁？那是大齐的战神，人称活阎王。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。把施信广叫过来。那边施信广听说韩王来了，吓得不知道怎么办。大人。西东松叫了一声。这样，一会儿王爷问起来，你就说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，和本官没关系。可是……西东松傻眼了。本官可以保你。下官知道，这件事是下官一个人做的，大人根本不知道。
知道就好。很快，两个人就到了刑部大牢。下官不知韩王殿下来此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把他绑起来。王爷，下官做了何事？王爷要绑下官啊？下官是朝廷命官，即便是有事，那也是要大理寺提审。还知道规矩？刑部随意抓人用刑，是目无王法。还有这样的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西东松看到一边地上的尸体，已经被吓得神不附体。西主事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西东松惶恐的左右看看。说。楚凌寒看着西东松。王爷饶命，这些都是施大人吩咐的，让小的故意刁难辛老板和姬公子。姬公子没忍住打了我一下，我就说他打朝廷命官，把他抓了起来。之后也是施大人让人对姬公子用刑的，施大人还吩咐了阻拦来见姬公子的人，还让下官把刑部的人都叫来。下官说的句句属实，可以对天发誓。施大人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他胡说八道，他肯定是被人指使陷害本官。西东松反水太快，施信广有些反应不过来。那施大人觉得他会受何人指使？施信广听王爷这样问，一时间答不出来。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说的是实话。楚凌寒示意了一下林毅，林毅拿着鞭子就开始打。施信广没想到王爷竟然真的敢打。本官是朝廷命官，那又如何？王爷的人私闯刑部也是大罪，如果……看清楚了。林毅打断施信广的话，这是逍遥令，阻拦我进刑部，即便我把你杀了，你也只能受着。施信广懵了，逍遥令已经20多年没有出现了，怎么突然又出现？打！楚凌寒下令。我来打。唐千山从后面走进来，甘草看唐千山目光阴沉，知道他动怒了。唐千山一鞭子下去，施信广直接惨叫起来。王爷，本官也是朝廷命官，王爷这样用私刑，圣上震怒。接着唐千山一鞭子跟着一鞭子抽了下去。王爷！施信广忍痛叫了一声，他现在真的很痛，但是无法昏死过去。她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也只会有她一个女人。你若是觉得自己命大，可以再试试。施信广看了一眼甘草，眼底都是惶恐。这个女人的身份，皇室不会认，朝廷不会认，连百姓都不会认。走。楚凌寒说完就走。楚凌寒带着甘草回到王府。你们是游街观花呢，明天怕是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事了。甘草看向楚凌寒，看他眼底掩饰不住的笑意，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你先去看看姬无羡。唐千山看着甘草。对了。甘草带着唐千山就走。说真的，你在哪儿找了一个这么有趣的娘子？本以为你会在这无情的皇宫禁锢到终老呢，如今看来未来可期啊。我倒想问问表哥怎么突然来了。楚凌寒看向林毅，林家不会随便出现，即便出现了，也不会向人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还不是因为你娘又跑出来玩了？真的。这次谢谢表哥。林毅觉得自己糊弄过去了，姬无羡都是外商，药他们有现成的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也不会来京城，姬公子也不会受伤。行了，想想重开草堂落成的事儿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回头做个章程给甘大夫看。好。甘草点头。许公公亲自来的，还带了一队赤甲军。韩王殿下，皇上有请。
走吧。楚林寒说着先走。徐公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还真担心韩王不去，他控制不了局面。楚林寒一走，甘草就开始想这件事。叶蓉，夫人。叶蓉从外面进来，你换一下衣服，我们去袁家一趟。如今他也就只能通过袁威知道楚林寒的情况。徐公公带着楚林寒直接到御花园的凉亭。启禀皇上，韩王殿下到了。见过皇上。皇上示意了一下，徐公公立马退下。你从衢州回来，便不再称朕父皇了？不是，是从皇上让我用我的婚事换乔太傅的支持开始。春染那丫头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，只是皇上觉得合适，并不是微臣喜欢。若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甘草，你也不会反对这件事。皇上把这件事怪到甘草头上。楚林寒觉得这说法和甘草的有几分相似。我只是幸运地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他刚到京城，就仗着你的身份，连刑部尚书都敢打，回头是不是连朕都不放在眼里啊？所以皇上找微臣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皇上叫楚林寒来之前，反复给自己说不能生气。逍遥令出现了，说不定林雨薇那疯子就在附近。刑部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既然施大人已经受到了惩罚，就暂且作罢。朕是让你给朕一个交代，不然朝廷的法度岂不是形同虚设？法度要是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，就改改。就像皇上认为北境的粮饷可以砍一半一样，法度是为了公平，公平是为了最广大的百姓可以好好生活。若是不对，那就改改。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北境粮饷一事就这样定了。楚林寒没有说话。你和春染的婚事，朕已经让礼部开始准备了，你也准备一下。除非皇上有能力按着我的头和乔春染成亲，不然丢人的只可能是朝廷和乔家。你敢这样和朕说话？我跟父亲说话，已经是念及父子君臣了。这并不意味着皇上想要让我做什么，我就要做什么。我翅膀硬了。皇上气得呼吸变重，还是生生的忍住。好，好，很好。没有别的事，微臣就回去陪妻儿了。你走。皇上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楚林寒转身就走。甘草找到袁家，门房去禀报之后，袁威亲自出来接甘草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袁威觉得甘草有大事。你和韩王，我不是说你配不上他，就是你如今势单力薄的，全靠着韩王护着，说是韩王一个照看不好。袁威的担心，甘草不明白。这件事很严重。听我大哥说，如今朝廷官员都在议论这件事儿，而且对韩王不利。说到这个，你和沈多怎么样了？沈多如今挺了心的不娶我，我父亲也坚持不让我嫁，可是沈家还是不松口。甘草觉得沈家真的挺拼的。没事，都3、4年了，也不在意这么几天。说说你吧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来找你是想要草堂书色，你目前所有的铺子我全部接手，以后每年我给2成净利。怎么突然？袁威不知道怎么说。我需要钱。甘草也不拐弯抹角。我可以保证，我给你的2成，你拿的比我们现在分成的多。就是这样，袁威才更不愿意放弃草堂书色。行，他只要还想和甘草交好，就只能答应甘草这个要求。我知道这个挺霸道，抱歉，你如今的处境和以前不同，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你可知道韩王处境不好就是了。韩王殿下虽然为朝廷保住了北境，打得标国不敢再进犯大齐，
可是在朝廷之中没有根基，又接连忤逆皇上。两个人聊了许久，甘草算是大致知道了，这楚凌寒就差众叛亲离了。袁伟把甘草送到门口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甘草看林岩在马车一边，就知道车里的人是谁了。好。袁伟点头，甘草也不扭捏，径直上了马车。两个人到王府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三皇子的马车停在王府门口。那是三皇子的马车，就是为了乔春染，把周秋意搁置了3年的三皇子。你怕他？我就是给你说一下他。当年我离开京城的匆忙，并没有查到谁给我下的冰蓝缠毒。所以你怀疑是三皇子？他是所有皇子里最得宠的，一直在觊觎皇位。哦，太子不行。楚凌寒想，甘草说这太子不行是几个意思？太子一言难尽。那让三皇子多等一会儿，你慢慢说。回头你见了就知道了。楚凌寒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两个人说完，楚凌寒才牵着甘草的手进府。三皇子在前面堂屋等着。龟王好清闲，有时间了。这便是你落难之时的结发夫妻？是。武帝真的是重情重义啊。龟王殿下来，不会就是来说我重情重义的吧？武帝回来的晚，错过了宫里的庆功宴。本王略备薄酒为武帝庆功，还望武帝不要推辞。三皇子直接说：龟王殿下亲自来了，我自然会去。到时候还请你们夫妻一同前往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。三皇子说着告辞。楚凌寒也没亲自送三皇子，他这明显没安好心。不然呢？楚凌寒当然知道三皇子没安好心，那也要知道他是什么心。甘草也没拒绝，不过晚上就把楚凌寒关在外面了。别人安的什么心他不知道，楚凌寒是肯定不能放进来的。娘子，夫人，二大娘，被窝凉不凉？娘亲，是爹爹。你听错了。我没听错。林岩在一边没脸看，这还是自家王爷吗？王爷，林岩着急，这就是一脚的事儿。最终楚凌寒还是没有敲开甘草的门，自己泱泱的回书房了。看着那边边关急报，若是把北京的粮饷砍掉一半，北京的人马根本无法过冬，而且寒了军心。王爷，急报，标国使团带着10万两黄金、各色珠宝、牛羊和美女已经出发了。秘密传令给飞鹰，结了。啊？林岩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等他们进了北京，就给结了。这种事情不应该偷偷做吗？让他们都恐慌起来。是。安排完这件事，楚凌寒并没有多开心。既然要针尖对麦芒，他要有足够的实力。早上甘草故意起得晚，想避开楚凌寒。爹爹！秋儿立马跑了过去。来看看爹爹给娘亲准备的东西，好看不好看？爹爹给娘亲的一定是最好的。楚凌寒邀功一般看着甘草。秋儿，你以后有喜欢的女孩子了，要问人家喜欢什么，不能自己想给什么就给什么。那娘亲喜欢什么？娘亲喜欢秋儿。哼，秋儿也喜欢娘亲，爹爹也喜欢娘亲，这样娘亲就多一个人喜欢了。秋儿说的对。楚凌寒觉得以后要对儿子更好一点。秋儿，你要记住，喜欢这东西宁缺毋滥。娘亲说的太深奥了，秋儿还小，秋儿不懂。你若是不喜欢这些，我再让他们买一些回来。秋儿乖，
先跟着屈宁姑姑去吃饭。你这是嫌弃我穿的不好？不是，咱俩又没什么关系，我穿的不好也不会给你丢人。怎么？甘草看楚凌寒把人支开，更嚣张，觉得和我吵架在家人面前丢人？你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把他们都叫进来。还生气啊？你说呢？你是想让我穿这些去参加三皇子的宴席吧？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楚凌寒知道甘草为什么生气，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去三皇子那里，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甘草狐疑地看着楚凌寒，我只是想把好东西都给你，和别的没关系。至于你喜欢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身为王爷，就不担心自己找了一个给自己丢脸的女人？只有没本事的男人，才会觉得自己女人丢脸。那你呢？我的女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带着屈宁去买点衣服，他对这些最了解。你好歹是一个王爷，没事干的吗？仗打完了，卸磨杀了驴，还能有什么事？你就甘心情愿被杀？没想好。楚凌寒很认真地说，关于这件事他的确没想好。若是他完全不对朝廷妥协，那么只能反了。那你慢慢想。甘草说着就走。吃了早饭，甘草带着屈宁和叶蓉去买东西。这京城还真是繁华迷人眼，怪不得那么多人挤破了头想在这里立足。屈宁，京城最好的绣楼在哪？我离开京城4、5年，对这些不了解。甘草看屈宁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想他如今是睹物思人，心里可能不好受。你爹娘知道你活着肯定很开心。滚！一声呵斥引得两个人都看了过去。再来勾引我家男人，小心我抬你进猪笼。是你家男人说让我来为你做衣服的。给我做衣服，你衣服都差点脱了，赶紧滚！屈宁听着声音有些不相信。表姐。宁可听着声音熟悉，扭头看到屈宁有些不敢相信。娘儿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？我们都以为刚才是你泼的水。怎么？我在自家门前泼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蔡氏叉腰，你这话说的好像只要是你家门口，天王老子都管不住你呀。泼到我的马车上了，你说怎么赔吧？我没听错吧？见到你马车上一点水，你要让我赔？我觉得你是故意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值得我？蔡氏开口就骂。叶蓉一巴掌扇过去。哎呦，打人了，要人命了！哎呦！甘草觉得泼妇这种生物分布之广让人啧舌。快来看呀，打人了，要命了！你嚎啊，你继续嚎。当家的，你死在里面了吗？你婆娘都要被人打死了，你还不出来？谁吃了？刘长宝叫嚣，叶蓉一脚踢在他膝盖上，把他踢倒在地。甘草看向宁克，你说他做了什么？这刘长宝一直给我说，让我给他夫人做一套衣服，我让他带着他夫人过去，他不同意，说是给他夫人一个惊喜。我看他对他夫人还算用心，就答应来给他夫人量体做衣。谁知道他对我动手动脚，还说他家的肥婆不配穿好衣服。你说什么？蔡氏指着刘长宝，夫人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都是他瞎说的。宁克举手发誓，我宁可要是胡说八道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你可敢发誓？何必和这样的泼皮一般见识？娘，咱们做人堂堂正正，没什么不敢发誓的。轮到你了。刘长宝眼珠乱转，低头不敢应。好啊，你还真有这想法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还敢起别的心思？蔡氏说着对刘长宝拳打脚踢。刘长宝不敢还手，一个劲儿的在那里说听他解释。
甘草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，示意曲宁一起离开。多谢这位夫人仗义相助。表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舅